各位小情儿大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奇。今天呢，咱们分享一下来自于 HT 最近出货的最新款达斯维达啊，不同大小、不同版本出过了，一时也数不清多少个了啊。今天收到的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完美的一款啊，其实有点晚啊，还是拆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聊一聊。包装简单看一看啊，基本的这个色调呢和之前 HT 的星战产品都是一致的啊，基本就是纯黑的盒子，正前方呢就是一个产品官图，烫金的 Star Wars 40周年的 logo， 偏方形一点啊，没有做特别的长。这个造型我个人觉得还是方便一点收纳啊。表面部分呢是一个封套的结构，给它拉起来的话，内包呢能看到半镂空的一个开窗，边儿我挺喜欢的，群星在战舰飞梭时拉长的光斑光点那个感觉啊，那纸壳还偏简陋一点啊，这里面。这次呢，我购买的是一个豪华的版本，配件方面还是相对多一些。拿出主体部分，毕竟达斯维达 HT 已经出过很多个版本啊，其实造型上呢都是大同小异。就拿最近那个欧比旺剧集中的达斯维达去对比的话，我觉得差异已经很小了啊。比如这个服装表面类似于皮质的这种结构啊，还有衣服下摆的这种垂感啊，包括于头盔以及身上装甲的这种光泽度，看上去质感都比较不错。能注意到身上这些维生的设备啊，看上去的话会觉得上面这些按钮啊，一些细节涂装部分似乎又精致了一些。身形上不带斗篷的达斯维达会有一点点显得头略大一些，其实呢不是玩具本身的问题啊，你回看剧集的话也会觉得它这个大头壳还是有一点大。两侧的手臂呢，可能是因为这个腋下的服装比较厚重啊，还是略有一点防卫臂的这个效果。翻过来后身的话，也能看到为前方的这些灯效预留了3根线头啊。它这个设计和上一款一样，弄一个小背包在后面，然后再用 USB 去供电的。不是特别喜欢啊这种方式，不过也想不到会用什么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啊，这个只能是目前的在 HT 想到更好的解决电源的问题的时候，还是用这一个折中的方式吧，总比纽扣电池那种频繁的替换来的舒服得多。作为一个影史上的经典反派啊，他的造型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过时的啊。它这些头盔啊，取自于一些武士的风格，加上一些当年很科幻的一些这些维生装置的设计啊，反正放到现在的话，就有一点古典和现代那种怀旧感觉或者复古的味道啊。虽然说在外观设计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了啊，这次在内部的细节上还是加入了新的改变，比如说它这颗头盔头啊是具备一个拆卸的功能的，可以先把这个上方的头盔拿下。之前的产品的话，打开之后我可以看到后边是有后脑的，这一次因为附带了完整的真人头雕，后脑部分也有舍弃。脖套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涂装以及精细程度都是比较不错的。这一段呢也是有磁铁，所以轻轻一提就能把这个面罩面具打开。不过呢，在这个面具当中啊，说实话和之前产品那个官图差距还是比较大啊，我感觉是完全更改了设计，这个原因不明。之前官图上呢，其实还是更好看一些。拆开的结构，如果说再加半个后脑的话，能摆出它所有的开头盔的造型呢。现在的话，就单独拆下头壳的话，后面是悬空那个状态。真正的重头戏当然是1:6的真人头雕，正传中唯一一次把头盔摘下也是
演员也是最初的那个版本。可以看到这颗头雕，我个人觉得制作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头颅的表面呢，因为被岩浆灼烧，有很多的这些个褶皱啊，以及疤痕，包括一个惨白的肤色，而且又有1:4的真人头雕在前啊，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1:6的时候，相对难度还是会比较低一些。但是从完成度来讲，确实很不错。额头啊，以及脸颊，包括后脑的这些伤痕呢，破损的皮肤质感上，对于 HT 以往的产品有所突破。以前的一些产品，类似于这种灼烧痕迹的话，说实话会做的更肉一些。这次的话，我觉得大获这个水平还可以的，还不错的，看着有一种这个触目惊心的感觉。这次这个头雕呢，也是具备一个可动眼的功能的，稍微活动下把这个拔起来，因为造型的缘故呢，就只是半张脸啊，没有下巴，伸手去在里面调整一下可动眼就 OK 了。现在这个可动眼已经是一个日常化的技术了，基本上这1:6的很多产品都要把这个可动眼带上。我觉得这颗真人头雕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尤其这个面部神态神情上，能让你回到正传中当时的那一幕啊，类似于一个很邪恶的角色，但是在最终弥留之际的话，能看到他脱下头盔的时候，其实还是带着父亲那种慈祥的感觉的。我觉得这个头比较慈祥吧，或者说相对平和。作为豪华版的第3颗头雕啊，透明的闪电头，或者说是透明的被闪电击中头，当时那一幕还是比较吃瘪的一个镜头啊，就是被电的脑壳里面、头盔里面露出骷髅的那种表现啊。可以看到这个头外层呢是带了一个软胶的闪电结构，用了蓝紫色进行搭配。其实你稍微掰可以把这个拿下来，然后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头还是很漂亮的啊，我觉得很好看哎。它这个头啊是避免了合模线的啊，就我反正看了半天，没有什么明显的合模线在上面，有一些线条呢都是原本头盔就有的一些个设计，上方啊包括天灵盖上这些密密麻麻的一些机械的结构，同样也有保留出来。再向里看的话，还能看到一个透明的张嘴的骷髅，还原电影中被电击的那一幕。因为它透明的结构层层叠叠去看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个更加细致一些。后边呢拖了一根电线啊，一个小尾巴，就和背包去连接。灯效的话也是具备2种模式啊，可以选择频闪或者是常亮。发光之后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能看到中心的颅骨，在点亮灯效之后就会更加的明显。光剑部分和之前的这个产品都差不多啊，就不细说。一只呢是单独的结构，另一个呢拖着一根尾巴，用作光效的展示。光刃部分呢同样2个，一个是直溜溜的，一个是挥舞起来的扇形，这直接插到上面就 OK。但是我感觉这个颜色好像比之前的更好看一些，更亮丽一些啊，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然后呢还有这个供电的小腰包和挂钩，这个就直接安装一下放到身后就可以了，这就感觉身上背着一个麦克的感觉。哎，还像我说就是折中的一个选择吧，期待以后能有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斗篷和上次其实也是一样的，双层的结构很厚重。上次战损版本的话是一面有剑痕，一面是完整的，这个就不存在一个战损的设计了。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再配备另一个加有铁丝的斗篷，一个保持一个自然垂感，一个方便玩家去凹一些造型，那样配置就能更丰富一些。手型部分配备了10只。和以往的达斯维达一样，都有很丰富的手部造型。毕竟维达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基本不露脸啊，都是靠手部的一些动作传达一些的指令啊或者情绪啊。很特别的一个是这里附带了一根断手，可以用以还原砍掉时候那样一个惨状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搭配。当然了，这个截面部分啊还是比较肉的，依稀能看到一些被熔断的这些个管线金属零件的感觉，可能受限于本身这个材质啊是一个软胶。
地台部分，首先看一下豪华版的这个楼梯的场景，本身比较轻啊，就是个塑料结构，上方呢也做出了一些金属的效果，中规中矩吧。边缘部分这个栏杆呢，还需要手动组装一下，这个根据说明书。我个人更喜欢的呢，其实是普通版的这个地台啊。当然了，好像后续也有星战产品是利用到了这个地台。同样的呢，这个地台是具备一个发光结构的，可以看到这边也有 USB 的接口加上开关啊。其实啊，我总觉得这样大的一个空间的话，完全可以利用替换电池的形式，放一个5号电池啊、7号电池那种大一点的，也可以保持一个常亮的效果。对于这个圆形地台的话，额外还附带了2个头雕的支架，就可以把你平时不用头雕放在上面做一展示。太吓人了吧！好像它长在那个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反正你放这个真人头肯定有点惊悚啊，放这个放这种比较好一点。咱们这个台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好啊，虽然说有点惊悚，但是多头雕的玩具，尤其是在你玩的比较多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吧啊！不知道把这个头雕放在哪里，回合的话，以后取用和替换的时候又比较麻烦啊。这样和地台之间连接的话，还算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达斯维达作为星球大战中招牌的经典反派 ，HT 也是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啊，但是每一代呢都多少会有一些不同。1:4的版本相对给你一个完全形态的展示啊，一直以来就想有一个1:6的达斯维达能够像1:4一样把真人的头雕展示出来。这一次呢，终于算是把牙膏挤到了最后一点啊，把这个产品吐了出来。作为一个40周年的豪华版本，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收藏的。尤其你之前如果没有购买过达斯维达的话，我觉得这一款基本上能满足你多数造型的一个体现，除了打开头雕没有后脑勺这个，真的很介意。反正目前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诚意十足。如果说这个真人头是在意料之内的话，这个透明头的话，实物效果会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一些。平时展示的话，又有这样一个承托的支架。后续的话，我觉得就老版正片中的这个达斯维达可能就很难再有其他的什么提升了。所以呢，在之前我就看到会有一个那个斗篷超级夸张、超战损的海登所饰演的那个达斯维达出现，刻意的给他再去添更多剧集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战损的细节。这我感觉也是未来对于这个达斯维达推出的一个新的方向，除非说星战的剧集再赋予它额外的新的造型和新的剧情。如果你对于老版的星战还保有一定的情怀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其实是可以值得收藏的。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